听到叶晨愿意帮忙，伊藤菜菜子终于放下心来，他立刻对叶晨说道：叶晨君放心，我这就让服部半藏去巨蛋见您。说罢，他又问叶晨：叶晨君，这件事要不要我提前跟新美打个招呼，让三井家族有所准备，同时也让他们全力配合您。好，叶晨道，你跟三井新美说清楚情况，让他爸爸到后台见我。我现在要去后台找塔瓦纳，万一这个消息走漏出去，被他身边的人知晓，那他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危险。随后，叶晨嘱咐他：菜菜子，你要提醒三井家族，暂时不要报警。东京警视厅的办事效率我是领教过的，而且他们的警员水平参差不齐，说不定会帮到忙。我知道了，叶晨君。菜菜子立刻道：我这就联系新美。叶晨挂断电话，便立刻快步前往后台。巨蛋是一个圆形的演出场馆，舞台设计在了场馆的最北侧，而叶晨所在的 VIP 包厢区域则在场馆的最南侧，距离有些远。为了防止意外，叶晨一路飞奔，同时还给萧初然打了个电话。电话接通，叶晨便用非常平稳的语气说道：老婆，一会儿你和若琳跟佐木小姐聊完之后就先回酒店吧，我这边还要跟三井先生聊一聊巨蛋的风水，估计要晚些才能回去。萧初然道：不要紧的老公，我和若琳也没什么事情，在这里等你就是了。叶晨忙道：关键三井先生还想让我去他家里给他看一看风水，他是费小姐的朋友，盛情难却吗？等会儿你们俩就先回酒店，正好可以让费小姐送你们过去，我忙完就回酒店找你们。萧初然本意不想让叶晨走到哪里都惦记着工作，但叶晨的话中搬出了费可欣，就好像给三井良校看风水也是给费可欣面子，他一时也不好再劝叶晨，于是便道：那你千万不要太晚。放心吧。叶晨应了一声，便挂断了电话。对萧初然的安全，他一点都不担心，有塔瓦纳头上的11暗花，没人会在这里对萧初然不利。如果杀手赶到这里来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萧初然先行离开，以免受到惊吓。此时此刻，塔瓦纳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大难临头。他在化妆间卸了妆，正准备换掉演出服，大门忽然被人一脚踹开，把他和崔佛都吓了一跳。他下意识想要为这种无理的行为发火，可当看清踹门而入的是叶晨之后，整个人惊讶不已地问道：叶先生，您这是？叶晨走向他，从化妆台上一根根将眼线笔、眉笔以及化妆刷等工具拿在手里，同时开口道：美国那边有人出了10亿美金的暗花要你的命，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你离开日本进入华夏之前，你的生命安全都会受到巨大威胁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和崔佛如果想活命的话，就一定要对我言听计从。我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我让你们往哪去你们就往哪去，不得有任何问题，更不得有任何质疑，听明白了吗？塔瓦纳吓得面色惨白，脱口道：10亿美金，只为了要我的命？对。叶晨点点头，问他是不是对自己的身价感到震惊。我活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要花10亿美金买一个女孩子的命。等以后你退出娱乐圈了，可以把这件事情说出来，看看能不能申请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。塔瓦纳苦笑道：他们花10亿美金买我的命，并不是因为我的命有多值钱，而是他们害怕我活着，害怕我把一些秘密说出去。一旁的崔佛连忙说道：亲爱的，既然他们这么想要你的命，那你不如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发到网络上去，这样一来，他们也就没有杀你灭口的必要了。塔瓦纳神色复杂地看着崔佛，开口道：有些事情如果我说了，我自己的前途也就完了，更何况就算我说出来，他们也依旧不会放过我。毕竟很多事情我就算能说出来，也拿不出真凭实据，对他们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。但是一旦上位者要调查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会成为指认他们的关键证人之一。所以
他们一定不会让我活着。崔佛急切地问道：塔瓦纳，你跟他们究竟有什么秘密，以至于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杀掉你？塔瓦纳表情纠结无比地说道：崔佛，相信我，我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，只是他们当时极力拉拢我，而我为了融入他们的圈子，与他们接触过很多，也见过太多他们的所作所为。我和你在一起之后，与他们就没有过什么接触了。崔佛捂着脸长叹一声，不知是懊悔还是惆怅。此时，三井良孝带着女儿三井新美匆匆赶来，他见房门虚掩，心中忐忑，生怕已经有人提前赶来对塔瓦纳下手，于是便拦住三井新美，不敢让她上前。就在他考虑是否让人先进去看看情况时，叶晨从房内将门打开，开口道：三井先生，麻烦通知一下，让你们三井家族所有的保镖守住巨蛋的所有出入口，任何人只许出不许进。三井良孝点了点头，对叶晨说道：叶先生放心，我已经通知三井家族的安保人员，在庄园布下天罗地网，稍后直升机就会赶过来，把斯维特小姐送到庄园去严密保护。叶晨冷声道：现在这种情况，直升机也未必安全，一旦上了直升机，万一有什么变数，想活命就很难了。还是让外面的安保人员守好进出口，我们想办法走常规路线出去吧。三井良孝开口道：叶先生不必如此紧张，我们在这里的人手众多，再加上我三井家族的影响力，全日本没几个人会愿意跟我作对的。正说着，一位与他样貌相仿的男子快步跑了过来，开口道：大哥，不好了，我们在山口组、道川会以及筑吉会的线人反馈，他们的首脑已经发布命令，要核心成员以及麾下最顶尖的杀手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找到斯维特小姐，并且把她杀掉。什么？三井良孝感觉脸上火辣辣的，脱口质问道：这些不入流的黑帮组织，敢跟我三井家族叫板？说罢，他立刻冷声道：打电话给西田玉红，我要问问他，他和他的山口组是不是活腻了。